果我是你，我会尽量避免与他们身体接触。你的语气能不能不要那么嫌弃？你根本都没有碰到我。你干嘛？不好意思碰到了。无聊。这是什么？王婉薇的博客。你去查了？我也查了，可是被人删了。你是从哪儿查到的？你以后可要学会跟上我的节奏了啊！9月4号，他今天穿了件新衬衫，很帅气。我在茶水间碰到他，他说我昨天写的会议记录写得真好，我好开心。11月9号，今天他打了条浅蓝色条纹领带，我发现他有很多条蓝色的领带。他知不知道，蓝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以后也是我的幸运色。11月20日，怎么办？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他了。如果我的心是一个泉眼，那它就是清澈的溪流，一点一滴把我的心占据填满。12月28号，为什么总是诸事不顺呢？他还是微笑着跟我讲话，可心里是不是觉得我很蠢，很没用？这个他是麦晨。虽然裴泽也系了蓝色的领带，可是他用微光、干净、溪流这些字眼来形容这个男孩，肯定就是麦晨了。因为麦晨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欢迎你。裴泽气质不大。溪流、微光、比喻，这女人的形容逻辑我真是搞不明白。不过我赞同你的观点，是麦晨。女人会把我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什么都可以吗？你想说什么？首先，我先声明，我的比喻没有任何的贬义。一只傲慢又嚣张的拉布拉多。你的修辞能力远不及王婉薇。这是对同事的悼念，还是行凶之后的罪恶感？你什么意思？王婉薇死的那个晚上，你去过她的房间？你察觉到这个女孩有些喜欢你，于是你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去占她一点便宜。也许她拒绝了以这样的方式和你发展关系，所以你恼怒了，结果就是她躺在浴缸的血水里，对吗？不是的，
我是向他去表白。表白？从他进公司那天起，我也很喜欢他。可我只是初级业务员，工资不高，又没房呢，我一直不敢向他表露我的真心。直到那天晚上，我犹豫到半夜，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去了他的房间。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他好像很高兴，但又有些紧张。谢谢你，我真的很高兴。但我需要考虑一下，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然后呢？后来我回到了房间，谢谢。不知道怎么回事，酒劲上来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才听到同事们说，婉薇她你向你心仪的女孩表白，她也答应你说会考虑一下，结果当晚她却割腕自杀，你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也就接受这个结论了。当然不是，我跟林经理说过，你和林经理说了什么？婉薇她不会自杀的，这没有道理啊。我们走之前才见过面，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林经理说我只是当晚喝多了，并没有看出他的异常。毕竟大家都知道，婉薇的气窍不好，最近几个月压力一直很大，情绪很不稳定。也许是我对他的爱不足以让他留恋这个尘世。你最近的情绪一直都有问题，所以我们才来找你谈话。我总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也不要影响部门内的气氛，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话就不要告诉别人了。你相信曼城说的话吗？他去了死者的房间，只是为了表白。喂，我发现了王婉薇的一个隐藏加密文件，里面有一篇她的日记，时间是3月22号。22号，就是他死的那天。已经发你邮箱了。好，谢谢，拜拜。不错嘛，现在干完活都能听见谢谢了。王婉薇最后的死亡日期，一定可以解开很多谜团。你听一下这一段，他竟然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白，我所爱的干净、纯洁、英俊的男孩，为什么你现在才来？谢谢你，让我的人生不那么绝望。可是，我还有机会能够回头吗？我还有得到救赎的可能吗？
吧，我知道你不习惯于他的文风，但是至少真的可以证明麦晨没有说谎。可以证明他的遗书写在这篇日记之前。没错，遗书中的他情绪非常绝望，但是日记里的他明显犹豫了。可以推论，王婉薇当晚确实写了遗书，但由于麦晨的表白，他改变了自杀的念头，同时也做了其他的决定。而正是因为这个决定，为他惹来了杀身之祸。王婉薇在临死前的几个月一直都表现出了比较抑郁的情绪，大家都以为她是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情感上不顺。事实上，她这些情绪跟工作和感情都没有关系，而是她卷入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调查清楚的黑幕当中。3月22日晚10点，宴会结束，回到酒店房间。12点之前，他写下遗书，决定结束这承受不住的一切。麦晨进来表白，大约用了20分钟。麦晨走了之后，他写了他最后一个日记，大约用了半个小时。警方判定王婉薇的死亡时间是2点半至3点半之间，也就是说，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入过王婉薇的房间，谁的嫌疑就最大，对不对？你家来过客人？熏然来过，李熏然。他被借调到江州市局工作，今天来看我。熏然说，专家破译的血密码早就发给你了，你为什么不理会？没有必要理会这么无聊的事情。你没看到吗？现在可是满满的破绽，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宗谋杀案，凶手就在你这些可爱的同僚中。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过，这个案子由你来主导，慢慢想吧。红叶山庄的那个夜晚，市场2部的人都住在同一个别墅群，但是公司规定，只有副经理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住单间。
你和王婉薇的级别都不够，除了林经理，只有你们2个女生，所以你们一定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你就是他的室友。他自杀的时候，你在哪儿？我知道我不应该和他在一起，可是我控制不了。他说过他会离婚，我们不会永远这么偷偷摸摸的。沈副经理住的那个单间，那天晚上你在他房间里。是博总要调查这件事情吗？他会开除我吗？他不会。偷情的夜晚，应该不会计划谋杀。他们2个暂时排除怀疑。你既然有这样的进展，应该高兴才对。可是王婉薇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黑幕？我们还是丝毫的头绪都没有。是你，不是我们。你已经知道了，快跟我说。鱼皮虾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介入调查一桩自杀案呢？因为有证据表明，有人不愿意做尸检，付给家属10万块封口费。他的目的是什么？尸体上没有伤痕，凶手为了控制王婉薇，把她放到浴缸里面割腕，说不定事先就给她吃了安眠药，怕尸检的时候查出来。查出来怎么样？很多人都采用双重的自杀方法，又是安眠药，又割腕，又放煤气的，这并不奇怪。那到底为什么？死去的躯壳深陷泥潭，无力自拔，感受最后一次放纵与空虚，黑暗的起点与终点。有什么事情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呢？吸毒。王婉薇有毒瘾，所以她面对麦晨的表白才会那么绝望。不会有人单单因为他吸毒而杀了他。毒品？你确定吗？相信在你公司里有一个贩卖毒品的网络。陈宇公司对毒品是零容忍。如果当时进行了尸检，发现了王婉薇有毒瘾，我一定会要求进行彻底调查的。也许这就是封口费的用处了。如果没有那些举报的邮件，王婉薇这件事情早就尘埃落定，那个毒品网络也就依然安全。那到底是谁付了那个10万？又是谁发了那些邮件呢？那个账户，子玉已经在深挖了。至于那些邮件，我大概知道是谁发的。是谁？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会处理的。不过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先报警。对，找我。哎，小李，来，走。我听说薄敬言教授在同事办理杀人机器那个案子的时候，你们合作过？对啊。成宇公司刚报了案，警局决定立案调查。薄教授呢也答应协助我们。既然你们之前合作过，
那这个案子就由你来主导。什么案子？好，我知道了，我会转告他的。最终的结果，要么是简单的吓死人，要么是毫无头绪。会不会真的简单的吓死？8、9、9、13、14、15、19。没什么意思啊。Simon， 这种写数字其实很简单，是专家给想复杂了。每个数字对应的相异位置的字母，但需要从清楚。成宇公司的案子也是这样，发给你姐姐的那些邮件，都是关注你的这个写的。那警方在联系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这么一个人把你当成目标，这多危险啊！他明显在跟踪你的一举一动，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会攻击你。可是对于他是谁，我们却毫无头绪。你不是毫无头绪，对于他是谁，你是知道的，是不是？ Come catch me if you can. Ah, Simon. Are you my next meal?
这个人对我有一种关注，他想在我破案之前，来留下属于他的痕迹，借此获取走在我前面的成就感。哎，我介绍整理的材料呢？哦，小常呢，怎么心不在焉呢？案发地红叶山庄是个封闭式的度假村，当晚由成宇公司包场，没有外来游客。由于王婉薇的级别，住宿安排显示，她与薛青住同一房间。除了本部门人员以外，没有人知道死者当晚会是独居，而凶手作案后，精心布置了案发现场，耗时很久，根本不担心室友会回来，所以由此，我们初步推断为内部作案。Hi, Simon.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谢谢。我拜托你的事情，结果怎么样了？ Is one of the most cruel serial killers caught by the FBI. You helped us to capture him and escort him to Bay Area Prison, the most guarded prison in the U.S. So believe me, there's no way for him to escape that prison. 你是在讽刺禁言的要求纯属是在浪费时间吗？ But because you're my friend, Simon, I did go to the prison to check it out in person. And Tommy is still serving his time in his cell. He hasn't been allowed yard time for over a year now. Had no visitors. So whoever is stalking you, it is not Tommy. 我相信他不是 Tommy， 但他们模式一致，特征也相符合。不管他怎么伪装，我都能看出来，这个人和 Tommy 之间一定有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So what are you asking? 这联合调查，管辖权还有资源分享问题，我相信你可以协商好。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参与。 But this is a far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last time, Simon. You forfeited your security clearance when you decided to go back to China. I don't see how I can include you officially in this investigation. Susan，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Tommy。如果你想要真正完结这个案子的话，就必须要得到我的帮助。 Let me forward your request to my superiors. 谢谢。 小李啊，有一点我不明白啊，死者当晚改变了自杀的念头，还算是有最后一篇日记为证。可是博教授又是依据什么判断死者写完日记后还曾经出过门呢？黑裙子。死者离开宴会厅回到房间时穿的是蓝色裙子，而麦晨前去表白时看见的也是蓝色裙子。 死者穿着黑裙子，那只能说明他之后又换了衣服。麦晨当时离开时已经是午夜，王婉薇如果这个时候要换衣服，按道理说，最应该换上的应该是睡衣或者浴袍之类的，而她却选择了一件黑色连衣裙，为什么？哦，明白了，她换上黑裙子，说明她还要出门。在王婉薇的心里，这条蓝色的裙子。 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心爱的人最喜欢的颜色。每当他穿着这条蓝色裙子的时候，麦晨都会赞美他。所以，无论他当时想要出门做什么，很明显，他都不愿意穿着这条蓝色的裙子去。
说真的，你还好吗？我当初坚持带你回国来休养，是因为我觉得这里可以。你已经为我做了全部能为我做的事情了。接下来让我专心工作，我会赢的。还不算慢嘛，你上次有回复了。According to the Sino-US Joint Task Force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Violent Crimes, we can form a joint investigation team to share information. As for your classification, 我相信中国警方不会有任何异议，关键是 FBI。well, since it involves interna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 FBI wouldn't authorize your participation as a consultant. 但是呢，像这样的一句话，最后来肯定会接个但是吧。But the US government allows a victim the right to assist the ongoing investigation of their case. 受害者。Well,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Simon, you were a victim of that case. And that allows you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我接受。 Good. I'll take care of the paperwork and I'll contact the Chinese police as soon as I can. 没问题。 So aren't you going to tell me who she is? 什么谁啊？ Your micro expressions have changed. The corner of your eyes, lips, fingertips, the color of your clothing, even your emotions have slightly changed since last time I saw you. I hope you'll introduce me soon. 苏子，我知道你是顶级的侧写师，但请你不要观察我。你不知道子玉有事吗？怎么会在这儿？傍晚了。从你这个位置到我这个位置，所有这个地板底下的土壤挖起来打包，带回实验室里筛查。好的。为什么指定要挖这一块？倒霉鬼。你到底在找什么？整个信息拼图中缺失的那一块，王伟的遗书并非是伪造，他当晚确实要决定自杀。那么，他所计划好的自杀方式会是什么呢？王婉薇在遗书中写道：“原谅我的懦弱，让我享受最后一次的空虚和放纵，黑暗的起点和终点。毒品，他是想用过量注射毒品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害死了他。当他要为麦城展开新的生活，他的第一个举动会是什么？丢掉所有的毒品。” 《
凶手绝对不知道，死者生前丢弃过这样一个东西，而王伟手中的毒品，又是从凶手手里拿的。如果我们运气够好的话，他能够指向一个新的名字，帮我们解开所有的谜团。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等着。美女，叫我来杯咖啡。咱们部门有个规定，新来的员工都会给他办一个迎新会。明天晚上8点到我们家。你家？对啊，我一个人住，房子也够大，部门每次聚会都会到我那。明天啊？对啊，专门为你举办的迎新会，所有人都来，你可别告诉我你去不了。我一定到。要带什么东西吗？当然要带了，带上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说好了，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就是个部门活动而已，现在还没有公开调查，我不觉得很奇怪的。他们全都是嫌犯，其中肯定有一个人是杀人犯。你这样太危险了。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是他的目标。再说了，那么多人在一起呢，放心吧。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必须得有准备。我今天都安排好了。喂，徐然，只是看他们每一个人的好机会。知道的。拜拜。是轩然，他从小到大就像个老母鸡一样，管东管西。我挺关心你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就像兄妹一样。说说看。既然已经判定是内部作案，那把王婉薇拖入深渊，用毒品控制她的人一定就在部门内，不是麦晨、沈副经理和薛青当晚忙着偷情，他们的嫌疑很小。剩下的人当中，老周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工作家庭两头忙，性格又那么老实，当晚他又跟麦晨同住，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是他。裴泽和林经理，他们俩的嫌疑最大。我决定明天晚上重点观察他们俩。哼，你笑什么？我分析的不对啊？没有啊，就是觉得挺可爱的。穿哪家？你要我在脑海里想象你穿这件衣服的画面，抱歉，这种事情我并不擅长，换上给我看。这怎么样？不行。这个呢？还是不行。
没放好吗？还没，我塞不进去。我自己来吧。它不会掉进去吗？会。所以你吃饭的时候，别乱晃脑袋。哦。喂，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个案子呢，有很多种方法去解决，我们并不需要你去套话来锁定嫌疑人，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以安全为主，不要问太多，不要让人起疑，明白了吗？你都啰嗦死了，知道了。你别那么紧张，他们不会蠢到今天就把你杀了。有你这么给人打气的吗？瑶瑶，一定记住了，下雨了。没下雨啊？这个是安全信号。如果你要是觉得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你只要说下雨了，我们就马上冲上去，清楚了吗？清楚了。也许明天回忆像潮水一样急。这么说，博总没有女朋友？这个我不清楚哎。既然他没让你给任何女人买过花、订过餐厅、买过礼物，那应该没有女朋友吧？没想到你对他还挺感兴趣的，啊？好啊，不怕死就上，我支持你。哎呦，他不会还是处男吧？无良，你怎么知道他是处男？你又没试过。这还用试吗？这种男人多少都有点不正常，浑身上下散发着那种禁欲的气息，用他那挑剔的言行掩饰他暴躁的内心。哎，你们俩都是女人，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挺有道理。屁道理。干杯！喝酒不带我是吧？主菜来了，来，往里传。这么大的螃蟹？哎呀，那是啊。慢点。哎呀，快吃吧。来，简瑶，来。黑子啊，我这有点热，你那离空调近，咱俩换一下呗。哎呀，你快吃吧，把嘴蘸上，别给我添乱。快吃，来，来这个好，这个好，吃。谢谢。你怎么了？啊，哟，脸红了。没有。没有，你们看是不是脸红啊？可能有点热。哦。瑶。嗯。你拍我干嘛呀？这是我的自由啊。你给我删了。很久没看见女孩子脸红了啊！你看，留个纪念。我去趟洗手间。嗯。我觉得裴泽的嫌疑最大。我现在要看一下他们家有没有毒品的痕迹。简瑶，你别乱来。我们现在手里没有实证，如果能发现裴泽吸毒的证据，那就好办多了。你放心吧。简瑶，你
千万别逞强。薄心言，什么事？案子结束以后，我要求把他手机里的照片弄出来。柜子第一排有一些药，但看起来都是像正常的处方药。这有2个液体药瓶，是空的，跟王婉薇扔到的长得一样。有很多装药水的小瓶子的规格都是一样的，空瓶子没有意义，你别拿。好的。马桶水箱里有东西，看上去像是一个塑料防水包。正常的塑料防水包谁会放到这里？叶瑶，景阳，你出去之后，马上找机会离开，后面的事情我们会处理。有种说法，一个人的卫生间最能代表他内心的风格。怎么？你在窥探我的内心？我肚子不太舒服。金瑶，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我跟老周顺路，我也先走了，拜拜。再见。拜拜。哎。时间不早了，我也先走了。哎，你着急干嘛？我这路偏，不好打车，一会儿我开车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哎呀，大小姐，你就听我的吧。鸡蛋，的，把碗洗了。喝多了，还让我洗碗，放着会臭啊！快，就这么好使吗？哎，我来吧。大小姐，来我们家一趟，还没参观过吧？来，我带你参观参观。来呀！来，我的书房，这里放着我的爱好，还有收藏，随便看看。你写毛笔字啊？啊，偶尔写写，但我写的不好。我们也走了，明天见。拜拜。我也先回去了。好啊，你在客厅等我，我拿车钥匙。好。黑泽，是停电了吗？真是不巧，停电了，我的钥匙也找不到了。他关了电闸，尽管欺骗。那我先自己打车回去了。等等，我有话要跟你说的。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你知道吗？
你跟你的前任王婉薇年纪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同。你怎么突然提她了？她是你的前女友吗？不是，我只是觉得你们很像。你站着别动，我这就过来了。简瑶，你平常看到的和你认为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我。是吗？那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啊？以后你慢慢会发现的。现在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你能不能先把蜡烛点起来？这样才有意思吗？难道你没看出来？今天晚上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留下来。你别过来！简阳，简阳，太不小心了，别动！哎呦，乔乔，你把我给绊倒了！你给我起来！我起不来，要不这样，亲我一下，我就起来。瞧瞧你啊，戒心真的太重了。我只是想给你个惊喜，还非得上刀山下火海啊！你的皮肤可真好。下雨了，你给我放开我！你的动作还是太慢了。你干的？麻醉针，1个小时之后就会醒了。今天是你生日啊？好像是的。连你自己生日都不知道啊？是个蠢女人。我平常都过阴历生日的。哦，所谓计划好的惊喜节目，原来是要给简瑶过生日，这下乌龙了。薄心言，你居然还给人麻晕了你！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动别的心思啊？纸箱里没什么毒品，就一包现金。现金？普通人肯定不会把现金放在那种地方，有可能是毒资。接下来的可以交给李君然了。没有证据，他什么都不会说的。你的意思是？我们走。简瑶，你留下。他醒来，我怎么跟他说啊？解决了。等他醒过来之后，你就跟他说，是你把他电晕的。
简阳，别害怕，再见。我怎么了？拿电击棒电我？你有病吧？实在对不起，我先回家了。等等，你不能走。把蛋糕切了，在黑天鹅专门给你订的。你不切蛋糕，我肯定不会原谅你的。好。我先上去了，今天真的很抱歉。再见。你知道吗？你把我电坏了。仅仅说句道歉就完事儿了，没有别的表示。我明天请你吃饭。哎呀，我头晕呢，喘不上气儿来。没事吧？还好。结发相思，知道吗？在我裴泽的眼里，女人最美的地方，就是一头黑发为君留。这个，就算是赔偿，行吗？别忘了，明天一起吃午饭。好的，明天见。明天见。干什么呢？公司的技术部恢复了一些王婉薇电脑里的照片。哦。这应该是他刚入职的时候吧，看起来还挺开心的。谁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找我干什么？饿了。这是什么？看来你认得。也许这就是你送给他的吧，让一个年轻健康的女孩染上毒瘾，对她为所欲为。可让你意想不到的是，毒品也无法泯灭王婉薇对麦晨的爱情，她希望得到救赎。而更让你意想不到的是，麦晨居然也爱上了她，鼓起了他反抗的勇气。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午夜，王婉薇下定决心，扔掉想要自杀使用的毒品，换上黑色的裙子，
来到你住的103号房间。也许他想告诉你，他不愿再接受你的控制；也许他想公开他自己的错误，揭发你和你背后的毒品网络。你能怎么做呢？你当然不能让他毁了这一切，他必须闭嘴。下点药，把他放进浴缸，再割开他的手腕，很简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吗？他午夜的时候是找过我，这能说明什么呢？啊，她就是个愚蠢的女人，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我所做的就是帮她清醒过来。我的话，她也许听进去了，所以就自己躺在浴缸里，用刀片割开了自己的手腕。警官，你可以指控我给他提供了毒品，但你不能指控我谋杀了他。可惜啊，吸毒的人往往都聪明不到哪儿去。你有杀人动机，有杀人时间，有目击证人，还有证据。裴泽，想要盯死你，那可真是太容易了。薄青言，怎么了？薛然刚才打来电话，说裴泽已经承认他用毒品控制王婉薇，也承认当天晚上他找过他。我们抓到凶手了。你通知李勋然，破案的事情先不要对任何专案组以外的人公布。为什么呀？我带你看看东西。